前不久，美媒炒作中国正在扩建核武器库，正在建造119个核弹发射井。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最近又有美国媒体在整幺蛾子了。前阵子，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中国正在甘肃的玉门附近的沙漠地区建造119个一模一样的工地。而美国加州一核不扩散研究中心的人员根据商业卫星图像判断，这些建设中的工地和中国现有的导弹发射井非常类似。也正因此，这家媒体表示，这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正在扩建100多个核弹发射井。随后报道表示，如果这100多个导弹发射井建成的话，将代表着中国核武器库的历史性变化。与此同时，也有美国军事专家一本正经地分析，称这些导弹发射井很有可能就是为了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所准备的。而针对这一波美媒的所谓爆料，环球时报的胡锡进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这个所谓的美国军事专家就是个二把刀，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怎么可能会被部署在导弹发射井中呢？这款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采用发射车发射，最大的优点就是机动性强，生存性能强大。将这种导弹塞到发射井中根本毫无道理。虎哥不得不说，胡锡进关于东风41的特点说的还是非常准确的。东风41这种体积小、射程远的洲际弹道导弹放到发射井中那纯粹就是暴殄天物。我们都知道，现在各个核大国三位一体核威慑体系中的陆基核力量基本上都已经很少在玩井式发射了。当年在弹道导弹刚出现不久的时候，大家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精度普遍不咋地，误差那都是以公里计的。这个时候大家普遍都建造了大量的核弹发射井，用以部署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毕竟大家的核武器精度都很差，不怕打到核弹发射井，导致己方核力量被摧毁。并且这些核弹发射井普遍都是用厚度超过1米的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要真有核弹在附近爆炸，自身的结构强度也能扛住。但是随着后来各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精度越来越好，核弹发射井的生存性能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由于核弹发射井的建造过程实在过于兴师动众，在卫星侦察下很难瞒得住，因此像是北约国家，尤其是美国，普遍将核打击的重点放在了海基和空基，而陆基的民兵3导弹发射井从最巅峰时期的1000多个下降到了现在的450个左右。而中俄两国则主要是发展出了机动部署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车，典型的就是中国的东风41和俄罗斯的白杨 M。 这些发射车平时躲在洞窟中，战时则通过公路机动，随时可以发射。而我国的陆基弹道导弹发射井目前也就东风5B 这样的液体燃料弹道导弹在用。当然了，在虎哥看来，美媒拿出的这个卫星图炒作说是核弹发射井本身就挺扯。通过图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发射井相互之间的距离非常近，根据美媒报道称只有 3.2 公里左右。核弹发射井要是真这么分布，那美国军方怕是做梦都要笑醒，这一发核弹就能摧毁多个发射井。而真正的核弹发射井间隔距离是多少呢？就以美国民兵3核弹发射井为例，2口发射井的间隔距离最少都要达到9公里以上，而在蒙大拿的平原地区布置的发射井间距达到了16千米，这样才能保证不会被一枚核弹摧毁多个发射装置。与此同时，这些发射井还要分为多个集群，每个集群之间的距离还要更远。实际上，冷战时期美苏双方之所以装备那么多的核弹头和核载具，其中主要的大头就是用来对付对方的核弹发射井的。也正是这种分散布局的部署方式，才会消耗如此多核弹头。而像卫星图中的所谓中国核弹发射井这么集中密集的分布方式，显然就太扯了。当然，尽管现在的核弹发射井的生存性能大大下降，但是本身还是有一些用处的。毕竟海基核力量尽管安全性够高，
但是由于有海水的阻隔，需要用超长波电台进行通信。如果潜得深了，一时半会儿还联系不上，反应速度不够快。空机核力量也有同样的问题。而警示发射，由于一切都是已经提前准备好，因此反应速度非常快，所以中美俄三国也都各自保留了一部分没有淘汰。而这一次美媒大肆炒作中国扩充核武库，自然也没安什么好心，很有可能就是妄图通过这种炒作来逼迫中方对于自己的核计划进行表态。当然，这种小伎俩我军可不会在意，就让西方国家慢慢猜去吧。